他来了！叶女士，你是用什么手段勾引到盛阳集团总裁的？我没有。你这种行为对得起自己的丈夫吗？你参加家庭保卫战的目的你会舍弃金钱回归家庭吗？我没有。你们别问回答我们的问题。对不起，请让一下，请让一下。老婆，我老婆只是一时糊涂，才会被有钱人骗的。求求你们不要骂她，好不好？直播马上就开始了，我求求大家让我们过去吧，谢谢您，谢谢大家。老婆，走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没意思。伪君子，贱人！你别以为在电视台我就不敢打你。孙志高，你不装了呀？我告诉你，你别以为傍上有钱人我就怕你。你要是不同意和解，我他妈弄死你！我就是死也不肯和解。我怎么？孙先生，节目马上开始了，还有你们跟我来。好嘞，我马上过来。老婆，走啊你个贱人！欢迎大家来到由中国母婴皮肤健康管理领导品牌止于坊独家冠名播出的家庭保卫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孙先生来讲述他的遭遇和故事。志哥，我还在这儿呢。哎呀，上节目了。大家好。这就是我家。我跟我老婆结婚11年，我们有一个10岁的孩子，长得很漂亮，很可爱。虽然家里穷，但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直到我老婆进城打工，她就攀上了有钱人，她就要抛夫弃女，她要跟我离婚。啊，没听说呀。我知道都是我没用，我老婆才会被有钱人骗的，都怪我没钱，都怪我穷。谢谢主持人。请不要自责，贫穷不是堕落的理由，您妻子的错怪不到您身上。我今天来不是想来责怪我的妻子，我只是想她能跟我一起回家，好好过日子。这个男人也太老实了，都被老婆绿了，还想着家里。看老婆也太过分了。志高，你戏演完了吗？江总，叶姐出事了。看老婆也太过分了。这女人怎么回事？叶姐上直播了，现在网络上那些不知情的人都在骂叶姐。备车，去节目现场。是。英华怎么就上来了？叶女士，现在还没到您发言，请您先下去，不要打乱我们节目的。不要脸！都拍上亲密照了，还说自己没出轨，真是丢咱们女人的脸。照片就是事实吗？你们凭什么打人？打的就是你个水性杨花的贱人。就是他们打人，你们节目组管不管？打人上了热搜，网民们都在叫好。管啊，当然管。来人，把他请下去。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是他们。没抓错。这2位观众砸你是出于正义，而你孙先生还没讲完你就上来了。节目组拉你下去，是在教你如何尊重他人。不是，主持人，我已经讲完了，你放开我老婆，我求求你了，放开我老婆。主持人，让我老婆讲吧。那就请叶女士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诉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抛夫弃女，可当初明明就是孙志高赶我出家门，是他逼我进城打工，是孙志高逼我进城打工。叶女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孙志高在村里整天就游手好闲，没钱了就逼我进城。叶英华，你胡说！你说这话不觉得丧良心吗？在村里谁家媳妇儿家里家外不是一把抓，而你在家享清福。就是享清福。你以为你们看到的孙志高就是真的吗？你们看见的是孙志高什么活都自己干。忙啥呢？忙啥呢？老孙啊，你这宠媳妇都没边了，连菜都不让他摘啊！就是这样，早晚会宠出毛病来的。我乐意。哎，走了。你们看不见的，看什么看？给我做饭去！才
还是他禽兽的本性。11年，整整11年，他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样的情妇，你们谁要？这样的情妇，你们谁要？樱花，我真没想到，你为了撇清你出轨的事实，你竟然往我身上泼脏水。我怎么对你，村里人他们一清二楚。就是叶樱华，你编故事也得编得像样一点。志高他跟我们出去吃饭，都是打包先给你送过去。你说他拿菜篮子打你，谁信呢？呸！丧良心的毒妇！你家老公对你那么好，你还要编排他？有的人呐，为了攀上大款，连脸都不要了。我没有。就是你把他们村里人当傻子吗？你老公对你不好，他们还帮你老公说话，但是他们都被骗了。岳女士，我再重申一遍，现在没到你发言，请你闭嘴。接下来，请2位调解员老师发言。这个叶女士啊，就算咱们孙先生真的没有外人说的那么好，可这是你出轨的理由吗？啊，我没有出轨。叶女士，网上都有人拍到了江总接你出院的照片了。如果你们没关系，一个总裁会搭理你这样的农村主妇吗？江总是我的恩人，前段时间因为一次偶然的事，我有幸在江家做保姆。既然只是当保姆，那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女儿也带过去呢？有问题啊！就是绝对有问题，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有问题。我拿到工资之后就回老家看我的女儿，可没想到我一进家门就看见我的女儿悄悄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悄悄，你这是怎么了？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啊？爸爸，我不小心打碎了爸爸的杯子，他就要打我。是这个没人性的畜生，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往死里打！竟然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只能带着她进城治疗。好不容易等她身体好了，这个畜生又找上门来。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好男人孙志高，又追到江家门口把我往死里打！贱人，谁准许你带走这个赔钱货的啊？怎么，你们娘俩想摆脱老子？哼，做梦去吧！妈妈，你疼不疼？妈妈不疼，悄悄快，先进去。爸爸有话要和妈妈说，你先进去。呸！养不熟的白眼狼！叶樱华，你别以为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怎么，你不就是想甩了我，跟个有钱人吗？是不是？你就这么喜欢给自己戴绿帽子吗？我要跟你离婚，不为别的，只因为你这个畜生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下得了狠手。贱人！少在这跟我找借口了啊！想跟我离婚是吧？门都没有！这辈子你死他妈的也得死在孙家！给我走！走！我不死！我不死！樱花，你没事吧？没事。我们走吧。臭婊子，姘头终于出现了。你好，是家庭保卫战栏目组吗？是的，请问有什么事？你好，我老婆出给盛阳集团的老总，求求你们一定要帮我劝回她呀！如果被打的是你们，你们难道不离婚吗？也是啊。樱花，你不能因为嫌我穷，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冤枉我呀！这是证据。哦，你不是说我冤枉你吗？这就是你打伤我的证据。这孙志高踹我的那一脚，导致我身上12处软骨损伤，这就是验伤报告。孙志高，
你还要说我冤枉你吗？看来这是真的呀。张姐说过，江家没有监控。英华，我们10几年的夫妻，你为什么要这样冤枉我？你搞份假的验伤报告来，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呀！叶女士，我不是不理解你想离婚的念头，但是你说你拿一份假的验伤报告来诬陷你的丈夫，这种行为叫什么呀？啊，叫什么呀？各位，叫做无耻啊！就是啊，不仅无耻，还会害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叶女士，如果大家都像你这么自私，想攀高枝就给丈夫泼脏水的话，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该怎么办？无耻，真是无耻！下去！怎么会有这种女人呀？为什么？太无耻了！为什么你们连看都不看就说是假的？叶女士，纵使您红杏出墙，甚至栽赃陷害你的丈夫，他都愿意给您机会。遇到这样的好男人，你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和解呢？他不同意。江总，小叶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离婚。我看你们谁敢阻拦他？盛阳集团总裁来了，怎么办？请问，现在全网都支持我们，他就算再有钱，也拿我们没办法。好，江总，都说宁拆10座庙，不毁1桩婚，你为什么要您为什么要阻拦这么一桩好姻缘呢？好姻缘？哼，好啊，那你们好好看看，这好姻缘、好丈夫到底是何面目？这是我家附近监控拍下的视频。当日，孙先生在我家门口围堵他的妻女。试问，这就是你们口中说的好姻缘、好丈夫吗？柱儿，我没看错吧？志高平时对大家都笑呵呵的，私底下怎么这么狠毒啊？我也不敢相信啊！假的，这都是假的。是真是假，大可检测。你动手打自己的老婆，还造谣毁坏她的名声，你配当人丈夫吗？我不配，我造谣。视频是不是？我也有视频，这儿。孙志高，你闹够没？大家快看！叶英华，这是在哪儿？孙志高，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怎么怕了呀？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吗？我的确没有。各位，这就是江总的家，我老婆自己脱干净，赶着给他投怀送抱，这什么意思啊？这不很明显吗？哼，这不就奸夫淫妇吗？我还真以为他冤枉他，结果啊，披一块破布到人家床上去了，还装出一副贞洁烈女的样子。我呸！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的贱货！我和小叶清清白白，从未做过越轨之事。我警告你们，再胡乱说话，盛阳集团将起诉你们。江总，你有钱有势，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我求求你，你把我老婆还给我好不好？哎，你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就可以勾引人家老婆，破坏家庭？就是，他根本就不配有钱。说得对，大家跟我一起抵制盛阳集团。破产！倒闭！破产！大柱，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小叶，没事。哎呦喂，奸夫淫妇还要拉拉扯扯的，我砸死你！砸他！砸他！砸死他！淫妇滚出去！滚出去！你还愣着干什么呀？江总要是受伤了，我们节目就别想办了。贱货！住手！滚出去！再不住手都给我滚出去！哎呀，真是！江总，你没事吧？江某今日还真是见识到你们节目组的厉害，
妄下定论，颠倒黑白，还带来一群是非不分的乌合之众，伤害真正的受害者。江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和小叶是清白的，你们不信，那就让证据说话。小叶，我有个急需的文件落在家里了，麻烦你去我卧室拍个照发给我。好的，江总。哎，真的假的？这是我办公室监控拍下的视频，时间和小叶去我卧室的时间一致。小叶是帮忙去拍文件，并不是所谓的偷情。啊！这，哎呀，这……我和小叶没有任何不道德的关系，可孙先生却一直往我俩身上泼脏水，还找来无良媒体造谣。我会用法律手段追究责任。江总，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啊，都是他，姓孙的。人家给你的照片，你连真假都不验证一下，就拿出来用了是吧？你缺不缺德呀你？我呸！孙先生，无端造谣，损坏我的名声，等着被起诉吗？孙先生，无端造谣，损坏我的名声，等着被起诉吗？这，樱花，我错了，樱花，我求求你，樱花，你帮我劝劝江总好不好？樱花，我求求你了，别用你的脏手碰他。好，我不怕，江总，我也是被照片所误导的呀，江总，我求求你不要起诉我，江总，我求求你了，江总。小叶，你决定，你原谅他，我就不起诉。樱花，我不原谅，我不会再给你伤害我和我女儿的机会。你们也不用调解，我要离婚。哎，中场休息，录制暂停，把直播关了。坏之后怎么办呀？巧巧被他奶奶带走了。妈，你别担心，我让小王去找。小王，孙俏被李妮带走了，你尽快找到她。是，江总。他想用俏俏威胁我。丫头，你别跑，你快回来！丫头，你跑什么呀？王叔叔，奶奶在后面追我，我不要跟她回去。行，王叔带你找妈妈。哎呦，快来人呐！有人抢孩子了！哎呀，快拦住他！刚刚我们对村民进行了一轮采访，他们一致认为叶女士应当原谅孙先生。那我们现在来询问一下当事人的想法。我是不会原谅孙志高的，我要离婚。叶女士，孩子才10岁，单亲家庭对一个孩子来说伤害有多大，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就不能为了孩子原谅他吗？原谅他，带着孩子回家，等着被他活活打死吗？孙先生之前那是因为误会你出轨，做事才会那么偏激的。男人嘛，犯点错有问题吗？你说你现在在这矫情个什么劲儿呢？你一句误会就可以抹平我和我女儿的伤害吗？我跟你说啊，不管你怎么说，这个婚我离定了。哎，你要离婚了，孩子怎么办呀？就是啊，孩子跟我会努力赚钱，抚养他长大。您确定孩子愿意跟你？也许他根本就不希望你们离婚呢。我女儿支持我离婚。不是的，俏俏希望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你胡说！既然叶女士坚称你们的孩子同意你们离婚，那不如把孩子请过来自己说。好，那就限时30分钟，如果30分钟后孙俏未到，视作弃权。江总，俏俏的奶奶说我是人贩子，我和俏俏根本走不掉啊。俏俏，我去带俏俏过来，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可以吗？可以，江总，千万不能让俏俏被我婆婆带走。放心，你努力拖延时间，那我先过去。我明白。叶女士，那我们现在开始计时。等一等，在计时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一讲我和孙志高的正式婚姻生活。
也许你们听后会改变主意。叶英华，你这怀孕才几个月呀？啊，那地里的活儿你就不干了？你当自己是皇宫里的娘娘呢？妈，上次产检，医生说我先天性流产，建议卧床保胎。去，别说那些有的没的啊！天下的女人哪个不怀孕呢？当年我可是当天生娃，当天就下地干活。怎么的？你比我金贵啊？啊！妈，你不用拿你以前的不容易来和我说，我怀这个孩子不容易，我肯定要小心啊！吵什么吵什么？你们在跟我妈吵什么啊？臭婊子！怀个孕你还金贵起来了？你不干活，让我妈干呀！好，你不是说你弯不下腰吗？行，我体谅你，好不好？来，把这些柴给我劈了。孙志高，你让一个孕妇劈柴？哼，你不干活，让我妈干呀！我告诉你，少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你去哪儿？给我回来！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活干完，我他妈打死你！干活！叶英华，你胡说！你怀孕的时候，志高和你婆婆都差点把你供起来了。就是叶英华，你为了离婚，可什么谎话都能编得出来啊！英华，那也是我的孩子，你为了给自己洗白，你就污蔑我的名声吗？你说我妈对你不好，你有证据吗？10年前的事，老子看你怎么证明！孙志高，可能要让你失望了。这张记录是我怀孕4个月时的产检记录，而这一张是我怀孕7个月时的产检记录。天哪！我这真的假的？怎么回事啊？志高，使劲给我打！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啊！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炖的鸡汤，结果呢，他一会儿说汤里没有肉，一会儿说汤里只有油，这不是给我挑刺儿吗？啊！臭婊子！孙志高，你听你妈说2句你就动手打我！我听我妈的，我难道听你的？你个臭婊子！我他妈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那只鸡是我妈拿来给我补身体的，结果呢，又被你妈分给侄子侄女。再看看给我端来的那碗汤，全是油，我根本喝不下。哎呀！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这么大的人了，还跟个小孩子抢吃的！哎呀，这鸡汤炖的久啊，这鸡汤才有营养啊！除了人，除了脸，他还说我可待他，我不喝呀！哎呀！我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这孙志高怎么这么狠啊？简直不是人呐！走，俏俏，跟我走！那是坏人，我不要奶奶！你这个死白眼狼，我是你亲奶奶，我会害你吗？走，我们去警察局。站住！张伯伯。哎呀，原来志高是这种人呐！这志高吗？自己媳妇儿都打，这跟你和我们说的不一样啊！柱子，我承认是我没有控制好脾气，可是我妈辛辛苦苦给她做好的饭菜，她一而再再而三的挑三拣四的，换作是你能不生气吗？这再生气也没有打孕妇的道理啊！听这声音啊，估计啊你是下死手了。不是，只是听着比较惨而已，我根本就没有下死手。俏俏能够平安出生，而且还很健康。如果我下死手的话，那现在还能有俏俏吗？对呀，说的也是啊。再说了，叶英华10年前受的委屈，也不能当成
他现在出轨有钱人的理由吧？孙先生，刚刚您拿出来的照片，叶女士可是解释得清清楚楚。除了照片，我还有人证。他，张姐，赵阿姨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跟她一起污蔑我呢？你对得起赵阿姨吗？小张，竟然真的是他偷拍的小叶和怀州。儿子，我怀疑是小张偷拍了你和小叶。张姐，他在咱们家工作3年了，好端端的，为什么帮孙志高污蔑我们？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怕小叶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我现在赶过去帮他。我对不起赵阿姨，我兢兢业业照顾她3年，把她当亲妈一样伺候。可你这个狐狸精，一勾搭上他儿子，他就忘了我。张姐，我和江总是清白的，赵阿姨只是可怜我。清白？可怜？那你敢把你上个月的保姆工资收入亮出来给大家看吗？好端端的问人工资收入干嘛？是啊，工资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哎，当然有关系。想必大家都知道，一个普通保姆能拿多少工资？但这个女人，她1没经验，2没学历，但拿到手的保姆工资却是天文数字。哼，一个保姆能拿到多高的工资啊？再高能高到哪去啊？叶樱花，你口口声声说你和江总是清白的，那你敢把你的工资收入给大家看吗？要我说啊，大妹子，就拿出来给大伙开开眼呗，让我们看看一个保姆能拿到的天文数字是多少啊！就是，拿出来看看呗。叶女士，请您展示出来。哇，10万啊！保姆1个月怎么有10万啊？哇，10万啊！保姆1个月怎么有10万啊？哎呀，10万！哎呀，这叶樱华可真是有本事啊！当个保姆工资都能比别人高好几倍呢。谁家正经保姆挣这么多呀？也是不知道照顾人照顾到哪里去了。张姐，我一直认为你这个人是面冷心热，才会对我没有好脸色。你竟然是这么看待我，我也想往好处想啊。哎，可你看看你在江家的待遇，谁敢相信是个普通保姆？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我的工资为什么这么高。哎呦，这老太太怎么了？碰瓷儿的吧？这年头碰瓷的手段越来越高了。哎呦，这人真是！求这老太太哮喘病犯了。阿姨，你们就别围在这儿，她需要新鲜的空气。好点了。你对我妈做了什么？妈，小阿，江总，你们把她送到警察局。儿子，刚刚我哮喘犯了，是这个姑娘救了我。那天我刚进城，碰巧救了赵阿姨，她知道我没有工作，就把我留在江家当保姆。我也是收到这笔钱以后才知道，她开了我那么高的工资。他儿子那么有钱，你又刚好救了他的命，那工资高点儿也很正常啊。好像也是哦。这说的也是啊，原来就算你救了赵阿姨的命，那江总给你一份高薪的工作也已经足够了。哎，但你看你手上戴的项链是江总送的，如果你们没有奸情，他凭什么送给你？送条手链表示感谢，很正常的啦。他那个手链好像是奢侈品，至少20万呢。啊，那么贵呀！哇，20万的奢侈品啊！我这儿还有视频证据呢。那江总，我不能收，你这太贵重了。你不要就扔掉。这到了还想立牌坊，一面装着清高说不收江总的礼物，哎，可实际上呢，不知道收了多少。
我今天呀，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拆穿这个狐狸精的真面目。这个人真的是信口雌黄，嘴里没一句真话，真不要脸啊！真是，哎呀，小燕，你一个农村来的，这有家庭有丈夫的，还想着勾引江总，真是不知廉耻。小叶从来就没有勾引过我儿子。谁啊？赵阿姨，您怎么来了？我不来，怎么知道我的救命恩人被人造谣欺辱？小叶的手链是我买来送给他的，他为人老实本分，他还救过我的命。我买条手链送给他又怎么了？那你让你儿子勾引我老婆的事儿，这怎么解释？一家有女百家穷，像小叶这么好的人才，他准备离婚，我叫我的儿子把握机会，不像有些人这么没有眼力见儿。倒是你们两个早就勾搭在一起了，想陷害我儿子和小叶。赵阿姨，我和你相处了3年，就算他救了你的命，可你也不能为了护着他污蔑我呀。张姐呀，你就是个打工的，和人家看上的儿媳妇能一样吗？污蔑不污蔑，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就知道了。是不是污蔑？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原来他俩早就勾搭上了。有这些照片在，谁能证明他们俩是清白的？你不是江家的保姆吗？为什么要帮我？叶英华，他抢我表妹的位置也就算了，我掏心掏肺的伺候那老太婆3年了，那一出现，他就对她那么好，我不甘心。你这人，你不是说对照片的来源不知情吗？搞半天呀，是你们两个在栽赃他呀！不是栽赃，张姐只是看不惯江家有钱有势，勾引有夫之妇而已。谎话说多了，连自己都当真了是吧？我们两个到底谁才是出轨的那一个？你心里没数吗？叶英华，你竟敢污蔑我！主持人，我手机里面有孙志高调戏别人老婆的视频。妹子，高哥，你干什么？要说谁家媳妇最好看，还是栓子的媳妇儿。你看这腰型，你看这身材。干什么呢？孙志高，我是你兄弟的媳妇儿。我当然知道，就因为你是我兄弟的媳妇儿，栓子不在家，我们得好好照顾你。来，志高，我把你当兄弟，你把老子当绿毛龟啊！志高，我把你当兄弟，你把老子当绿毛龟啊！老子今天干死你！没有，嘿，活该呀！快来帮忙！别打了，再打出人命来，我们回村再说。老刘、老许，难道你们老婆就没说过孙志高不规矩吗？今天就打死他，叫他这辈子都回不了村儿。住手！要打出去的，这现在是直播。下去，姓孙的，你给我等着！你等着！不行，我不能承认这事儿，要不然我在村里还怎么待呀？大壮，孙子，我们可是光屁股长大的交情呀！啊，他往我身上泼脏水，你们不能相信他呀！叶英华，明明是你自己不检点，你还往我身上泼脏水！我不检点。对，从你刚嫁进来开始，你就勾搭村里的男人。刚嫁进来开始，你就勾搭村里的男人。孙志高，说话要讲证据。好，我今天我也不怕丢人了。陈子，我和英华刚结婚的时候，你来敲我们家的门，门是我开的，你还说你想英华了，是不是？愿赌服输，去吧。英子，大中午的这是英子，英子，栓子喝多了吧？自己家门都不认识了。我想你了。你说什么呢？英子，志高不在家，我们来吧。志高，这事儿确实是我对不住你。志高，这事儿确实是我对不住你。好啊，我还以为我冤枉了你呢。
原来呀，你从10年前就开始偷人了。这种就应该被……孙志刚，就因为他胡说八道，你就不把我当人？你这种，我都不知道俏俏那是不是我的种。栓子，我什么时候勾搭你了？我怎么勾搭的你？你给我说清楚啊！那天是我和大柱打赌，输了，然后跟志高开了这个玩笑。志高也没什么长处，他出去打工回来，就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我跟大柱那时候不懂事儿，没想到志高跟你闹这么多年。11年，栓子，就因为你这，让我受了11年的窝囊气。还有你，别人往你老婆身上泼脏水，你没本事讨公道，就对我动手，你还像个男人吗？就算栓子这件事是我冤枉你，但这些年你没少勾搭村里别的男人，你要我揭你的老底吗？你没少勾搭村里别的男人，你要我揭你的老底吗？小叶是什么样的人，连我老婆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身为她的丈夫，怎么什么样的屎盆子都往她头上扣啊？太太，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劝你，别把你儿子往火坑里推，到时候少不了绿帽子给他戴。孙志刚，台下这几个人，你不是说我跟他有什么吗？那我们今天就当面锣对面鼓的讲清楚，看看我叶樱花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大柱，孙志刚说，你每次来我们家吃饭，眼神就往我身上瞟，不是看胸就是看屁股，说我背地里肯定勾引过你。那你自己说说看，我到底有没有做过这些事？孙志刚，你他妈有病啊！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孝顺兄弟的老婆吗？大柱，你别相信他。樱花，你别说了。凭什么不说？你不是说我勾引过下面的谁吗？那你今天把姐夫……你想干什么？啊？你还不嫌丢人吗？我行得正，坐得端。你编排了我这么多年，我都忍了。但你今天为了不离婚，把家里的事都闹到网上来，让我走哪里都被骂。我今天也没必要给你面子。樱花，是我们误会你了，别说了，这样我们回去都没办法跟老婆交代了。孙志刚，我嫁给你11年了，但凡我跟男人说句话，你就要说我勾引了谁。在村子里面，我都不敢跟人讲话。你明明知道我不可能出轨，但你还是这样冤枉我。你这，从一开始你就没想过好好过日子。樱花，我错了，樱花，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樱花，樱花，你长得漂亮，人又能干，我怕呀，我怕哪天你就跟别人跑了，所以你和别的男人说话，我就压不住我自己的火。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才会这样的，樱花。我活这么大呀，第一次看见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自己没本事，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骗了个媳妇儿来。樱花，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樱花，你给我次机会，我一定要改，我一定要好好改，樱花。我们还有俏俏，她才10岁，我们要离婚了，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你还有脸提俏俏？叶女士，您看，孙先生都给您跪下了，您要不就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孙先生吧。樱花，我绝不会原谅这个。叶女士，您可千万不能冲动啊！那身为母亲，为孩子退让是应该的。俏俏现在才10岁，你们要是离婚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非常不利啊。叶女士，作为教育界的专家，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一个健全的家庭才能培养出一个心理健全的孩子。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执意要离婚，确实会让你脱离苦海，但这对你的孩子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带着我的孩子离开这样的父亲，才是对他的负责。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父亲，你的心理会健全吗？在过去的10年，我见过太多像你们这样劝和不劝离的，我听话换来的结果，就是他的变本加厉。叶女士，我非常理解您过去的痛苦，但是我主持这个节目也10来年了，我们做过回访的，每一个调解成功的家庭都很幸福。叶女士，你不是很爱你的女儿吗？放下仇恨，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是很好吗？你现在这副嘴脸，和当初劝我为了孩子不要离婚的有什么两样？对女人动手的人，骨子里就是吃软怕硬，不会因为我的原谅而悔改，只会觉得我好欺负，下次下更狠的手。玉华，我女儿就是因为我的懦弱，才会受到更深的伤害，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和解。叶女士，您不能代替您的孩子发表意见。我们节目都快结束了，俏俏还没来，难道还不能够说明她不希望你们离婚吗？请你放下个人偏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小叶，别担心，怀州带着俏俏在来的路上，马上就要到了。我坚持我的观点，我要和孙志刚离婚。叶女士，你这样只顾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自私了。本来呀，还觉得你这叶英华挺可怜的，可你是个当妈的呀，你为了孩子退一步怎么了嘛？像我说，这叶英华就是心太野，迫不及待就想嫁给江总了。否则，一个妈妈怎么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单亲家庭里长大呢？叶女士，宽容是人类最大的美德。你作为母亲，你不能原谅丈夫犯下的那些错误，你凭什么能让我们相信你能教育好自己的女儿呢？你们这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明明知道我女儿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却强迫我和我女儿还回到以前那样的环境。叶女士，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以你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很难理解我们的做法。那你们总该给我女儿发表意见的机会吧？那我们节目的时间它是有限的，总不能她一直不来，我们一直等啊。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我女儿还没能赶到现场的话，我接受节目组的条件。一言为定，请导播老师开始计时。英华，俏俏不会来了，你跟我回家吧。 6、5、4、3、2、1。我宣布调解成功。我妈妈没有输。我妈妈没有输。我支持妈妈离婚。你就是俏俏吧？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被你妈妈给骗了。你要是同意他们两个离婚，到时候你就会被同龄人嘲笑你家庭不健全，到时候你同学都不愿意跟你玩了。妈妈才不会骗我呢！而且老师说过，随意嘲笑别人的人非常没有素质。我为什么要跟没有素质的人一起玩呢？现在的学校都教孩子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好孩子都给教坏了。就是啊，这学坏多容易啊！那孙俏才去城里几天啊，就学得这么伶牙俐嘴的。俏俏，叔叔阿姨理解你想帮妈妈的心情，但你帮着妈妈跟爸爸离婚，对你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俏俏，妈妈是不是经常跟你说爸爸对妈妈不好？其实这是妈妈利用你的同情心，想让你讨厌爸爸。孩子，你现在阻止你妈妈离婚才是对的，这样你跟爸爸还可以重新相处，不是吗？老师是不是也教过你知错能改，对吗？不对，爸爸是坏人，他打我和妈妈，所以妈妈跟他离婚才是对的。你看你这孩子，我看你真是被你妈妈教坏。我跟你说，这不打不成才，知道吗？你爸爸打你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所以你不光不能记仇，还要感谢你爸爸，知道吧？啊！你干什么？叔叔，挨打之后你不能记仇，你得感谢我。
各位叔叔阿姨，我真的好怕，好怕妈妈再被爸爸打，爸爸打人好疼好疼的。妈妈不能跟他离婚的话，我怕我和妈妈会被他打死的。可是网友现在对孙志高非常反感，原计划作废，停止调解。那看来之前是我们判断失误。也许叶女士和孙先生确实不适合待在一起。等等，叶英华，想离婚啊？可以啊。把这些债还了，你就可以走。什么债？我从来没借过钱。这是这些年做生意欠下的，你不还钱就想拍屁股走人，做梦！孙志高，你这个王八蛋！这些年你从来没往家里拿过1分钱，现在还欠了70多万的外债让我还。我问过律师了，这钱你得还1半。小爷，你不要着急，交给我。江总，我自己可以处理。孙志高，你是不是忘了，咱们俩当初根本就没有领证，连夫妻都不是。这账你慢慢还吧。你跟孙志刚没有领证？我未婚先孕，他妈说让我生下孙子，才让我刷他们家户口本。叶英华，你个贱人！我他妈打死你！来人，是张总。叶英华，我他妈打死你！送孙先生去债主那里履行债务。不能拉我过去，他们会打死我的！不行啊！英华，我求求你，你帮我求求情好不好？看在我们11年夫妻的份上，带走。是，英华。爸爸妈妈，我明天还来这家吃好不好？好，我女儿说什么都好。你呀，别把她惯坏了。先生，太太，给点吃的吧，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是你？不是我。爸爸妈妈，我们回家呀。好，回家。